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呢是美国留学全解析。我们将来聊一聊最佳雇主、最佳实习、最佳专业，以及 OPT、STEM OPT 的发放情况，还有最多国际生大学等等相关内容。那么在2025年6月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的学生与交流访问者项目 SEVP 发布的权威报告2024 Service by the Numbers 2024 Top 100 School Campuses with OPT Authorizations by Active Service Records 以及2024年的 Top 100 School Campuses with STEM OPT Authorizations by Active Service Records。 这三份报告呢是基于158万在美留学生的真实数据，他们揭示了美国留学的最新就业情况、专业以及未来的趋势。报告的主要亮点呢，显示出最佳雇主呢是亚马逊。2024年，亚马逊以 1.2 万名留学生雇员的规模稳居榜首。外国留学生选择最多的专业呢是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CIS 以及 CE 专业的国际生达到了 21.87 万。毕业后在职留学生最多的大学是东北大学，有 1.07 万人。在校国际生最多的大学是纽约大学，有 2.56 万人。印度留学生呢以 42.2 万人超过中国，成为最大的生源国。这一期呢，我们将结合报告对就业以及入学在读数据进行详细的解析。其中呢，就业数据是一个针对留学生的累计的数据。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业篇章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国际生而言，在美国的学习经历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铺设一条通往理想职业的道路。Service 报告中关于 CPT、OPT、STEM OPT 的数据呢，为我们精确解构这条职业路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我们这一期视频当中呢，我们主要从就业的角度对报告进行分析，包括最佳雇主、最佳实习单位以及最佳就业美国大学等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最佳雇主的情况。毕业后的选择性实践培训 OPT 以及 STEM OPT 是国际学生获得工作许可，将学术知识转化为职业技能，并获得宝贵的美国工作经验的关键途径。STEM OPT 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选择性实践培训。那么在2024年呢，共有194554名学生 OPT 工作许可处于有效状态，同比增长了 21%。 STEM OPT 人数呢达到了95384人，同比增长了 54%， 连续4年增长。两类 OPT 合计呢取得工作许可总计29万人，创下近年来的新高。那么在发放 AOPT 的前20名雇主当中呢，基本上是由科技、金融以及高校垄断，合计发放了 4.87 万的工作许可，占总数的 16.8%。 那么2024年国际留学生呢最佳雇主排名我们这个是根据 OPT 以及 STEM OPT 的综合数据来进行的排名。这份综合排名呢，揭示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人才市场。亚马逊公司以5379人的 OPT、6679人的 STEM OPT 的惊人数量遥遥领先。它不仅仅是第一名，从表格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呢，它雇佣的国际毕业生总数甚至超过了其后5大科技巨头，也就是谷歌、微软、Meta、苹果、特斯拉的总和。他们的总和呢，这5大科技巨头的总和呢是合计呢有12012人。
那么亚马逊作为全球知名的科技企业呢，业务范围呢非常的广泛，涵盖了电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个热门领域，为国际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工作岗位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他的科技类公司呢 ，Google 呢名列第3，总共提供2888个 OPT， 微软呢排名第4，提供了2562个 OPT，Meta 呢是提供了2383个 OPT， 苹果呢是2108，沃尔玛呢是2091，特斯拉呢是2071，Intel 呢是1969，字节跳动呢也有1687。这些企业呢，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创新能力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生。除了这些科技巨头呢，顶尖的金融机构的高盛名列第6，提供了2110个 OPT。那摩根大通呢，提供了1562人的 OPT。咨询公司中呢，德勤名列第12，提供了1866个 OPT。安永呢是提供了1743个，麦肯锡呢提供了1490个。那么另外一个大类呢，当然就是高校了。加州大学呢名列第2，提供了3414个 OPT。前20的还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提供了1895个 OPT， 德克萨斯大学呢提供了1841个，纽约州立大学提供了906个。这些高校呢，为国际生提供了校内的工作机会，让他们能够在熟悉的校园环境中呢积累工作经验。前20名中呢，科技、金融、咨询高校共同构成了一个吸纳顶尖国际人才的精英俱乐部。其中呢，亚马逊在所有公司里呢是一骑绝尘的存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最佳实习单位的情况。CPT 呢，也就是课程型实践培训方面呢，2024年共有130586名学生的实习授权处于有效状态。相比 OPT 呢，提供 CPT 的实习定位呢比较分散，前20名呢占比 10.31%。然后前20名呢，基本呢也都是科技公司霸榜，还有一些金融公司。亚马逊呢仍然独占鳌头，给予3205个国际生的 CPT。其他主要科技公司呢，有特斯拉提供了1118个， Google、微软、英伟达、Meta、苹果、沃尔玛、字节跳动呢有337个。金融类公司呢是德勤614人JP 摩根、高盛、安永、世界银行呢有292个这样的 CPT。 那么呢，我们这里呢也列出了2024年国际留学生的最佳实习单位，也就是 CPT 的排名。从这个排名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呢， CPT 的雇主名单呢与 STEM OPT 的最佳雇主名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重叠。亚马逊、特斯拉、Google、微软、Meta 等公司呢，不仅是毕业生的首选，也是实习生的首要去向。这种现象呢，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一个清晰的逻辑。也就是说呢，顶级公司正将 CPT 实习项目作为招聘全职员工的试用期和人才库。通过为期数月的实习呢，公司可以深入考察候选人的技术能力、文化契合度以及综合潜力，从而大大降低招聘的潜在风险。那么对于国际学生而言呢，这意味着获得一份在这些顶级公司的 CPT 实习机会呢，它的战略意义呢会非常的重大。这不仅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和实践经历，更是一场通往全职工作的关键面试。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我们的最佳 OPT 大学这部分内容。虽然呢，2024年的 Service by the Numbers 报告本身并未直接提供毕业院校的 OPT STEM OPT 的排名，但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了
100所大学 Savvis 记录的 OPT 和 STEM OPT 的数据。通过将常规 OPT 和 STEM OPT 两份报告中的在职学生数据呢进行合并，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份更全面的排名，从而揭示出哪些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国就业市场中最为活跃。这也构成了最强大的人才输出管道。排名第一的东北大学在职学生数10682，是全美知名校企合作体系之内，强制带薪实习衔接就业，波士顿科技圈的区位优势显著。排名第二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在职学生人数呢是10071人。纽约的金融科技枢纽资源以及加上藤校的声誉呢，职业服务深度对接民企，高比例的 STEM 学位保障了 OPT 的时长。排名第三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呢，在职学生人数呢是8688人，规模化就业网络，重点发展工程技术学科，校企合作覆盖全美，是低成本高性价比的这个典范。那么排名第四的南加州大学在职学生数呢是8419人。洛杉矶硅谷科技的生态圈核心资源校友网络呢也是非常的强大，影视以及科技跨界的就业非常的突出。排名第五的北德克萨斯大学呢，在职学生数呢7877，航空物流信息技术的区域中心，企业合作项目非常密集，就业门槛呢非常的友好。那么排名第六的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在职学生数呢7138，德州的半导体电信产业直接输送基地，课程紧密对接企业需求，实践导向非常的鲜明。那么我们这里呢也列出了2024年的最佳毕业院校的综合排名包含了 OPT 和 STEM 的 OPT。那么在这份表格中呢，我们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呢，哪些大学呢是国际学生通往美国职场的黄金跳板。东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等不仅仅是招生热门，更是毕业生就业的 powerhouse。 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在这种 OPT 和 STEM OPT 政策方面的表现呢最为出色，形成了非常庞大的在职校友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呢，这份榜单与入学最受国际生欢迎的大学的排名呢高度重合，但是呢又不是完全一致。比如说呢，北德克萨斯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阿灵顿分校在 OPT STEM OPT 综合排名中呢表现极为抢眼，这也表明了这些学校在帮助学生，尤其是在 STEM 领域呢，实现从学术到职业的转换方面，拥有非常高效的机制和强大的地区就业市场支持。对于以留美工作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学生而言呢，这份综合排名或许比单纯的入学人数排名更具有参考的价值。好了，今天这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请记得订阅、点赞、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本期视频呢，我们继续进行美国留学全解析，来继续解读美国移民局发布的留学生报告。上一期呢，我们介绍了留学生的就业数据，这一期呢，我们继续介绍入学以及在读数据。2024年呢，美国国际学生，也就是持 F1 和 M1 签证的活跃记录总数达到了1582808人，相比较于2023年呢，增长了 5.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总人数持续上升，但增长速度呢已经明显放缓。与2022年至2023年间高达 10.4% 的增长率相比呢，2024年的 5.3% 增速几乎减半。这一趋势呢，可能预示着全球留学市场正在从疫情后的报复性反弹期过渡到了一个更为平稳和成熟的增长阶段。OK， 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大学。
国际学生的流向在地理和院校层面也表现出了高度的集中性。少数顶尖大学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成为了全球人才的汇聚地。榜单显示呢，最受欢迎的大学主要分为2类。一类呢是位于大都市的顶尖私立大学，比如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另一类呢是大型公立研究型大学，比如伊利诺伊大学、普渡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加州大学系统的分校。我们从这个报告中呢，可以看到呢一个惊人的数据，也就是说有8所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超过了15000人，而榜单上的前20所大学呢，共招收了303948名 F1 学生，占全美 F1 和 M1 学生总数，也就是1582808人的 19.2%。这也意味着呢，几乎每5个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呢，就有1个就读于这20所中的巨型大学之一。那么这种巨型大学现象的出现呢，创造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人才生态系统。这也意味着这些大学不仅仅是学术中心，更是全球人才的战略枢纽，他们成为了顶级雇主进行集中招聘的首选地。那么对于规模较小的院校而言呢，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特色专业或者细分领域建立优势，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招生竞争中呢脱颖而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热门的专业领域都是什么。那么2024年的数据显示呢，国际学生在专业选择上表现出了高度的实用主义和就业导向性，技术和商科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计算机科学也就是 CS 凭借广泛的职业适配性与发展潜力，稳居国际生申请热门专业的榜首，在读学生呢总数有11.8万人。如果将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General 以及计算机工程 Computer Engineering General 合并为计算机相关专业大类后，它的领先优势呢更为突出，达到了21.87万人。那么 STEM 方向在前20专业中呢，依然是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中计算机相关的21.87万，STEM 呢是19.6万人，商科是20.87万人。可以认为前20的专业中呢，计算机、商科以及不含计算机的 STEM 是3分天下。这也清晰地表明了国际学生群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 STEM 领域。这也与最佳雇主中的顶级科技公司巨大的人才需求呢，形成了直接的供需对接。再来看一下商科类的工商管理88257人，管理科学40403人，管理科学与数量方法30301人，商业分析20645人，合计呢有20.87万人。然后呢是 STEM 类的电子电气工程有36939人，信息技术31215人，机械工程29698人，土木工程17883人，化学类16454人，工程15878人，合计呢有19.6万人。那么文理类的主要是文理通识教育有27837人，通识教育有26943人，普通高中或者中等教育文凭课程呢有23663人。可以看出呢，前20的专业总人数是79.77万人，占留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达到了50.4%。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源国的分析情况，具体情况呢，就是印度和中国这2个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亚洲作为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大陆，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地。2024年呢，来自亚洲的学生占到了总数的 71.7%。
其主导地位无可撼动。但是呢，在亚洲内部，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正在发生。这个表格的数据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已经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2024年呢，来自印度的学生人数达到了422335人，一年内呢净增了44715人，而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为329541人，减少了824人。印度和中国学生总数达到了751876人，占全部 F1 和 M1 学生总数的 47.5%。这场变化的规模和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印度在一年内的增长量达到了44715人，几乎相当于排名第5的巴西的全部学生人数44721人。这不仅仅是排名的简单变化，也是全球人才流动版图的一次地壳运动。这一转变对美国大学的招生策略、校园文化、校友网络建设乃至美国科技行业的人才构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2024年国际留学生就读的学历层次分布。从攻读的学位层次来看呢，国际学生的选择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职业规划和投入产出考量。在美国，攻读高等教育学位的外国学生人数为1434748人，比2023年增加了近82000人。硕士项目已经成为国际学生最主流的选择，占据了接近半壁江山，也就是接近了 46.5%。不仅如此呢，硕士层级的学生人数也实现了最大的绝对增长，年度增加了58765人。相比之下，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占比分别为 32.4% 和 15%。这个趋势的背后呢，是国际学生日益增强的职业导向。通常为期1到2年的硕士项目呢，相比4年制的本科，提供了一条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优化的路径，能够更快地获得美国学位和宝贵的 STEM OPT 工作许可。这也清晰地表明，对于大多数国际学生而言呢，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主张是优质学位加上职业跳板。美国作为全球顶尖人才孵化器的角色呢，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理分布，也就是热门留学州份与区域的趋势。国际学生在美国的分布呢，也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主要流向经济发达、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就业机会集中的州份。可以看出来呢，加利福尼亚州呢持续领跑，仍然是国际学生数量最多的州。数据显示呢，该州共吸纳了237763名国际学生，占全美国际生总数的 14.6%。凭借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多元的环境呢，成为了国际生的首选目的地之一。紧随加州之后的是纽约州，以172522名国际学生的规模呢位居第2。那么它丰富的学术资源与就业机会对全球留学生呢具有比较强大的吸引力。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马萨诸塞州和佛罗里达这5个州呢，吸引了全美 47% 的国际学生，前10个州的留学生比例达到总数的67%。这种高度集中呢绝非偶然，因为这些州呢不仅拥有最多最顶尖的大学，同时也是全美乃至全球的经济和科技中心，是顶级雇主总部或者重要分支机构的所在地。这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自我强化的人才枢纽生态系统。顶尖大学吸引顶尖学生，顶尖学生呢又吸引了顶尖雇主，而顶级雇主的存在呢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地区的大学对未来学生的吸引力。从区域增长来看呢，南部地区以 8.5% 的涨幅领先全美，显示出这个地区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的潜力呢正在快速的提升。通过这2期的视频呢，我们解读了美国留学生的最佳雇主、最佳实习、最佳专业、OPT、STEM 最大
国际生以及最多国际生等等数据，希望呢对留学生的留美学习路线以及工作有所帮助。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呢拓宽跨学科的技能，规划清晰的职业时间线，善于利用多元的资源呢，主动争取机会，全方位的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关注、点赞、分享，谢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